我穿越水浒成了武大郎，开局便迎娶了潘金莲。大郎，该喝药了。于是我打算提前跑路。就在这时，属于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，可以获得情绪值，提升自身所有属性。为了重回颜值巅峰，我凭借前世5星大厨的厨艺开始疯狂赚钱，赚情绪值。我要赶在北门庆出现之前有自保之力。吃完几张没卖完的炊饼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虽然武大郎的炊饼味道勉强说得过去，但想要引起大家强烈的情绪波动，显然还差些火候。我果断决定制作锅盔，很快喷香的成品出炉了。第二天鸡刚叫，卖锅盔。路过的王伯很好奇，大郎啥时候把炊饼改名成了锅盔？得知是我的新品，便买了2个，就当是照顾我的生意。可当他随意咬下一口后，大爷顿时眼睛一亮，脸上满是不可思议，狼吞虎咽的就吃完了2个。他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吃到这么惊为天人的美味，以前怎么没发现武大郎竟有那么牛 X 的手艺？忍不住又掏腰包买了2个。此时我脑子里响起了系统清脆悦耳的声音，这让我心头一喜。叮，来自王博的惊讶情绪+2。叮，来自王博的愉悦情绪+2。虽然情绪值不多，但是起码证明这方法可行。很快，担子里全部的锅盔都卖光了。所有人吃完以后，都给我贡献了或多或少的情绪值。终于凑够100情绪值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，面对5花8门的可兑换属性，可恨的选择困难症却又不合时宜的发作。就在我举棋不定时，瞥见镜子中自己那张丑得人神共愤的黑脸，当即不再犹豫，将这点宝贵的属性全部加在了颜值上。我欣喜地以为样貌会有所大变，可当我照镜子时，直接傻眼。这点属性只是让我脸上少了一颗黑痣。我现在身高1.4米，长相丑陋，想要变回前世1.8米的大帅哥，需要的情绪值简直是天文数字，而且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是早出晚归。不过周围父老乡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友善了许多，或许是我微弱的颜值的变化，又或许是被我的锅盔彻底收服了他们。这天我挑着担子在路上叫卖，突然从一旁的大户人家走出来一个丫鬟。我要2个锅盔。女子声音悦耳动听，眼前的她身材高挑曼妙，虽然是丫鬟打扮，也遮挡不住那绝美的容貌。我看了一眼大户人家的门头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眼前就是张大户家的潘金莲。现在她还是个丫鬟，偶尔会出来给张夫人买东西。看到真人，我不得不惊叹，潘金莲的漂亮确实名不虚传，哪怕前世光彩夺目的明星，在她面前都要逊色几分。潘金莲见我发呆，对我微微一笑，倒是很有礼貌。这就是我未来的老婆。想到她跟北门庆干出的勾当，我虽然有些抗拒，但是让我白捡一个这样的老婆，难道不要吗？不过思考片刻，我也并未过多停留，收完钱就赶紧走人。我知道接下来的剧情离她嫁给我不远，我要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赚取情绪值，才能逆天改命。月黑风高当晚，垂涎潘金莲已久的张大户悄摸潜入潘金莲房中，威逼利诱，想让潘金莲乖乖就范。怎料潘金莲拼死反抗，他只得悻悻作罢。谁知隔墙有耳，此事被张夫人撞破。这位出了名的悍妇不仅将张大户同殴一顿，更执意要将潘金莲扫地出门。张大户虽心有不舍，但实在害怕那么老虎，只能作罢。后面的事大家也清楚，媒婆登门收亲，说要将潘金莲许配于我。我本想拒绝，可张老爷一家不仅态度强硬，还要给我送房送白银。我转念一想，潘金莲那闭月羞花的容貌，便也鬼使神差点了头。说到底，还是美色当前，实在难拒。原本打算属性提升再议婚事，这下计划被打乱，只能暗叹造化弄人。命里注定该有美妻相伴。在张大夫人的操办下，婚事火速落定，只是不曾张扬。待与潘金莲拜过堂，双双入了洞房。房间内，潘金莲低头不语，手指绞着衣角。昨儿个还来我摊上买锅盔，今儿个就成了我的枕边人。抬起头来，正撞上我那张又黑又丑的大脸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哪里还看得见什么未来？当我们四目相对，潘金莲顿时感觉有点反胃。叮，来自潘金莲的恶心情绪+3。我收到系统提示时呆愣一瞬，就算我长得再丑，一般人看到我也不过是觉得奇怪，并不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。但潘金莲是我妻子，常伴我身边，对我长相的情绪格外高。不过这也算意外收获，以后天天见面，如果她天天厌恶我，岂不是在家就能收获情绪值？可一想到她要给我戴绿帽，还要给我喂药，我就莫名有些抗拒。今晚是我们第1天洞房，可潘金莲一直在哭，看到她对我恶心的样子，我瞬间也没了兴致，更没有打算强迫她，便独自睡到了楼下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我一上楼，潘金莲就警惕地看着我，要不是身不由己，她也不会选择嫁给我。不过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动她，让她对我的排斥也有所缓解。晚上我在厨房干活，潘金莲下楼拿东西，看到我光着膀子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闻到锅盔的香味，又忍不住走了过来。尝尝吧，刚出炉的。潘金莲迟疑着接过，浅浅咬了一口，霎时间她美眸圆睁，难以置信地盯着手中这其貌不扬的锅盔。她望了我一眼，心头涌起3分惊诧，这般丑陋的人竟能做出这等美味。叮，来自潘金莲的惊讶情绪+3。我见她喜欢，又递了一个过去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她看向我那5短3粗的身板，心想这矮矬模样竟藏着这般巧手，不由得对我刮目相看，连那张丑脸也微微顺眼了些许。叮，来自潘金莲的刮目相看情绪+2。没想到吃了2个饼，让我又收获了情绪值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便挑起担子出门叫卖，刚踏出院门，便听见一道声音传来：大郎，得空来我这儿吃盏茶呀。我深知这王老婆子是北门庆与潘金莲的牵线人，表面客气回应，心里却早骂了千百遍老妖婆。好嘞，王婆，您先忙着。王婆借着我装锅盔的时间，一直说着潘金莲。我不想理会，也不想现在就翻脸，只能加快打包的速度，收了钱快步离开。有了回头客帮忙宣传，我的锅盔中午之前就已经卖光。回到家中，潘金莲正在院子里洗菜，见到我回来，有些惊讶，看着我倒在桌上的铜钱，潘金莲此刻也是被震撼到。
没想到我卖锅盔一天能赚这么多，顿时心里的不安消散了不少。虽然人丑了点，但是努力又会赚钱。第二天我在自家门口开了个小铺子，直接开卖。潘金莲原本有些担心没有顾客，不免有些发愁。谁知道我刚开门，顾客就纷纷在店门口排起长队，有些商户甚至还派人来订购。我出门送外卖时，潘金莲就帮我看守店铺。来买锅盔的人们看到潘金莲的美貌，都羡慕我的3寸丁，上辈子修来的好福气。对面的王婆目光也一直放在潘金莲的身上，嘴里还一直嘟囔个不停，显然是有什么坏心思。我看着王婆的嘴脸，恨不得让她当场下线，但奈何实力不允许，只能忍下这口气。王婆已经注意到了潘金莲，就说明离北门庆出场不远了，这让我对情绪值的需求开始增大。我掂量了一下，决定把接下来的属性都增加在体质和力量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随着这2项的增加，我的战斗力蹭蹭往上涨。这天远处突然传来声音，卖苹果啦，又香又甜的苹果。听到这声音，我脑中浮现出一道少年身影，正是那个在原著中和武大郎交情不浅的南哥。这孩子靠卖水果养活一家老小，趁着南哥来我店买锅盔时，我表示自己店铺太忙，缺个帮手，顺势邀请他来我店里干活。南哥一听有这好事，激动坏了，忙点头应下。第二天早早的就来到店里开始干活。到了晚上，我和潘金莲一算账，这一天下来居然赚了超过500文。潘金莲捂着嘴震惊地看着账本，毕竟在这个社会打工1个月最多也只有1000文左右。然而我却眉头紧锁，因为现在的情绪值积累太慢了，剧情发展又太快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我把这几天积累的属性全都加到了力量上，武力值瞬间暴涨了60斤，加上体质增强带来的增幅，我现在一拳下去可以打出180多血力，足以放倒一个壮汉。我看着这几天下来赚的10几两银子，心中立刻有了新想法，决定把店铺重新装修，扩大经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几名工匠将店铺拆得干净。南哥和潘金莲看着满是废墟的店铺直发懵。虽然我提前跟潘金莲商量过，但他压根听不懂我那超前的装修概念，只能任由我自己发挥。可当他看到装修后的房子时，感觉非常意外。你居然还懂装修设计？装修完后，我购买了一大堆食材回来。街坊虽然嘲笑我有点钱就开始挥霍，但是也敌不过我家东西好吃又便宜。而我现在的策略也很简单，多品种经营，多方面发展，大力收割情绪值，只有这样才能在北门庆出场后有对抗的资本。接下来的生意果然火爆，情绪值积累的也比之前快了好几倍。我将积累的情绪值依旧全部加在了力量上，武力值也突破到了240斤。我感觉自己的双手仿佛拥有了无穷的力量，甚至一拳就能将门口的石狮子砸碎。虽然我很想改变丑陋的外貌和身高，但眼下北门庆出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我实在不敢随意浪费属性。凭借着自己高超的厨艺，我又制作出了烧麦和鸡蛋煎饼。看着烧麦和鸡蛋煎饼火遍大街小巷，我甚至打起了分店的主意。虽然不知道分店能否管理到位，但总归是可以试一试的。而此时的水浒县张大户家，张老爷自从潘金莲被张夫人赶走后，整天坐在庭院发呆。我垂涎了那么久的美娇娘，居然便宜给了那个矮个子武大郎。虽然不乐意，但张老爷特别怕自己那彪悍的夫人，只能看着潘金莲嫁过去。张老爷本指望着潘金莲在那边受苦受难，好让她悔不当初。可当下人汇报说武大郎的生意红红火火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时，彻底坐不住了。于是吩咐府中壮汉准备去我店里故意找茬砸场子，并扬言一切后果由他承担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我武力值已经提升到了288级。这力量的暴涨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生意火了，难免招人眼红，没有点后台，那就自己做最硬的后台。就在我忙得满头大汗时，街道拐角处4位张老爷的家仆凑在一起交头接耳，先点菜，吃饱了我们再故意找茬。4个大汉找了个地方坐下，就开始吆喝：掌柜的，先来4套煎饼。4人本想吃到东西后，以我饭菜不干净为由砸了店，可从他们吃下第一口后，所有的计划都抛到了脑后，不仅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后面每人又要了一套，最后连掉在桌缝的渣渣都抠出来吃了。一个个吃饱后就躺在椅子上，脸上全是陶醉和满足，完全忘记了张老爷交给他们的任务。片刻后，几人才想起此次前来的目的，神色变得尴尬。本想接着继续找茬，但是我做的饭实在是太过美味，根本找不出理由。为首的壮汉叹了一口气：老板，结账。4位客官，一共8套煎饼，80文。这不正愁没借口砸店吗？理由这不就找上门来了？什么？别人家顶多4文，你这80文，简直就是黑店！兄弟们，给我砸了这黑店！话音刚落，几人就抄起家伙。周围的顾客见状，纷纷跑出店外。潘金莲毕竟是个女人家，此时已经被吓得花容失色。一旁的南哥看不下去，硬着头皮站出来挡在我身前。贤贵，你可以不吃，凭什么砸店？损坏任何东西都要赔偿，1分都不能少。大郎，罢不了这钱咱们不要了，千万不要让他们伤了你。此刻我听着他关心的话语，心中生出一股暖意。我自信地朝潘金莲笑笑：娘子放心，这几人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娘子放心，这几人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听见我嚣张的话语，壮汉也恼怒不已，猛地一脚朝我踢了过来。顿时听到一阵杀猪的声音，原来是他的脚被我抓住，而我的手犹如铁钳，一用力，壮汉的脚腕都险些被我捏碎了。旁边3人也一起冲了上来，不出意外，几秒后几人都被我放倒在地哀嚎，而我却毫发无伤，站在倒地的几人中间，宛如战神。这一幕把店外看戏的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潘金莲更是震惊的捂着嘴不敢说话，内心惊骇不已。此时倒在地上的男子爬了起来，他不相信我这么厉害，刚才肯定是失误，但他还没靠近我，却又被我一脚踹飞出去。看到我气势汹汹走向他们，4人瞬间脸色苍白，连连跪地磕头：吴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求你饶了我们吧！几张桌子加上饭钱，一共150文。几人凑好钱交给我后，便连滚带爬的离开了。待人走后，众人都为我欢呼起来。我的身手让众人确实难以置信。我问了围观的人后才知道，
原来那几个人是张老爷家的。这样的话，那我确实明白了，一定是潘金莲嫁给了我。再加上最近我生意红火，让张老爷心里不得劲儿，才出此下策。此时潘金莲惊讶地看着我，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我了。我身上似乎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张老爷坐在家中喝茶，等着手下的好消息。谁知几个家仆回来的时候狼狈不已，询问后才得知身材矮小的武大郎居然还会武功。意识到事情不妙，要再闹下去，万一出了人命，自己也不好处理。于是吩咐下人暂且别找事。而我店里经过这件事后，没有丝毫受到影响，生意依旧如常。晚上，潘金莲满脸激动地告诉我：“大郎，我们现在每天都有1两期的纯利润。”我看着笑颜如花的潘金莲，想着她最近忙上忙下也是劳累，情不自禁就过去给她捏起了肩膀。而在给她按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潘金莲的肩膀很是柔软。起初我没有多想，但潘金莲耳根和脖子慢慢变得红润。她慢慢地转过头，我盯着她那红润的嘴唇，咽了口口水。潘金莲本来觉得自己有些失态，但看到我那痴迷的样子，却是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随后潘金莲催促我早点休息，剩下的交给她来收拾就好。等我回到房间后不久，2楼传来了窸窸窣窣的水声。我知道是潘金莲在洗澡。如今我的体质增强，视觉听觉都得到了提升，这细小的声音让我有些燥热，但我知道如今还不是时候，只能当作没听见，强迫自己睡觉。第二天刚收工，王婆就走了过来，拉着潘金莲聊天。我看在眼里，但也没有阻止，毕竟除了我，她也不认识别人，有个陪她说话解闷的人也不错。而且现在的我有自信改变后面的剧情走向。白天空闲的时候，王婆还会邀请潘金莲去她那里喝茶。我清楚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一想到潘金莲一天到晚都在家，出去走走也没什么不好。而且目前北门庆还没有人影，我也并不担心。此时另一边，王婆的店中，王婆突然询问潘金莲：“金莲啊，你现在才20岁吧？”金莲虚岁23了。王婆听后糟糟地摇着头，搞得潘金莲一头雾水。怎么了？唉，可惜呀，可惜你嫁给了武大郎。像你这么美的姑娘，就应该嫁给有钱的贵公子。王大娘，以后不许这么说我家大郎。他虽然矮了点，但是人不错，对我也好，我没觉得有什么可惜的。王婆却是笑了笑：“都是女人，怎么可能不了解你那点心思呢？不过武大郎确实配不上。”潘金莲也是本分人，这段时间和我相处的也不错，当即就替我说了话。说完后便起身离开。王婆忙装作扇自己嘴巴的样子：“金莲啊，都是大娘这张嘴不好，以后大娘再也不说这话了，你可别生气，大娘也是为了你好。”要是因为这几句话惹恼了潘金莲，这不是自断财路吗？当即便拉住了潘金莲。不过大娘看得出来，你还是个闺女，怎么成婚都1个月了，还没圆房？潘金莲当即羞红了脸。我早就不是闺女了。说完便急忙离开了王婆家。经过此事后，潘金莲不打算再去王婆家，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何时对我改观的，但我人很好，对她也很不错，便也慢慢的开始接受自己这位丈夫。几日后，我在店里忙活，那几个曾过来闹事的壮汉竟又找上了门。潘金莲见此紧张的躲在我身后，提醒我小心一点。我看着几人也不像是来找茬的，便也不惧。为首的壮汉一脸谄媚的看着我：“吴掌柜，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今天就是来吃饭的。你那煎饼实在让人惦记。”几人吃过我这儿的东西后，就一直念念不忘，但奈何面子上过不去，便不好意思来。今日刚好张老爷让几人来这附近收租，想着自己不过就是个家仆，都是为主人办事，便索性厚着脸皮来吃饭。我示意几人坐下，毕竟来者是客，哪有来生意不做的道理。4人又狼吞虎咽地吃下8份煎饼，临走时又打包了几份后，满意的离开了。到了晚上，潘金莲一边傻笑一边数钱，心想着有个会赚钱的项目，以后也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以前自己心里还有些怨念，不过以后自己安心的跟着我过就行了。想到这里，潘金莲想起我今天累了一天都没怎么休息，想着给我端碗水。而此刻的我正在忙着家属性质，如今的我已能轻松将500斤的巨石单手抛弃。这一幕正好被来给我送水的潘金莲看到，她不敢相信这还是她心目中的大郎吗？而我现在完全沉浸在实力暴涨的喜悦中，完全没发现身后被震惊到的潘金莲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开始了扩张分店的计划，同时也想试试分店能不能给我赚取情绪值。于是我让南哥去看看有没有要转让的店铺。次日清晨，街道突然喧闹起来，给我来份煎饼。一个穿着华丽的公子朝店走来，大概27、8年纪，面容清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的姑娘女扮男装。路人纷纷避让，我根据众人的谈论才得知，此人就是跟北门庆一起鬼混的好兄弟公子虚。既然公子虚已经登场，那北门庆出场也不远了。看过原故事的都知道，这公子虚也是个可怜人，娶个媳妇被叔叔把玩，自己想和媳妇温存一下，却被媳妇辱骂，家中事务也被叔叔掌握。好不容易熬到叔叔死了，自己能当家做主，但媳妇儿不但早和北门庆有染，还把他的所有钱财转移了出去，自己最后一无所有，被活活气死。不过这些还没有发生。掌柜的，听人说你这儿的饭菜不错。公子虚的话将我拉回现实，我做好了一份煎饼递给公子虚，等他吃完后才发现别人说的还是含蓄了，这味道简直就是仙品。走之前还打包了一份给媳妇吃。看着公子虚离开的背影，我仿佛看到他头上一片青青草原。不过我也不打算管他，毕竟他现在还是北门庆的狐朋狗友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南哥就跑来告诉我他打听到的事情，我随他亲自去看了店铺，最后选择了城北的一家，月租金500文。店面不大，但够用了，简单收拾一番，挂上新的招牌便开始营业。思来想去，
我将这家店面交给南哥来管，毕竟这也可以改变他的命运。于是我教他制作正宗的锅盔，让他独自管理分店。接下来几日，分店收益很稳定，南哥每天给我400文的收益，而且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分店也有情绪收益。短短10天，我就收获了40点属性，全加在了力量上，武力增加到了635斤。看着自己沙包大的拳头，勇气瞬间暴增。来到后院，100斤重的巨石被我扔到1米多高，然后轻松接住。强壮的胳膊让我的身躯看着无比的彪悍。第二天，10几个公子哥在街道上浩浩荡荡，沿途有人和为首的公子打招呼，一口一个北门大官人。而当他走到我店铺门口时，被一阵香味吸引。正当北门庆寻找来源时，2楼哐当一声，支窗的杆子突然滑落，刚好敲在北门庆头上。其他人瞬间看向高处，心想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。此时2楼窗户被打开，一颗秀丽的脑袋探了出来。对不住，是奴家不小心弄掉了。北门庆抬头一看，顿时瞳孔一缩，本来生气的脸瞬间温和起来。这杆子是你下来取，还是在下送上去？劳烦你抛上来吧。那你可接好了。好几次潘金莲才接住。连声道歉后，将窗户关上。北门庆看着关上的窗户，并未离开，心里回想着那娘子的美貌，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王婆看在了眼里。北门庆站在原地，久久不愿离开。此时，王婆从茶铺走来，向北门庆打起了招呼，邀请他进去喝茶。北门庆看了一眼王婆茶铺的招牌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便带着众人走了进去。就在众人喝茶时，北门庆却和王婆在帘子后面说着什么。北门庆一脸热情，王婆则是自顾自的喝茶。他当然知道北门庆想要的是什么，自己自然能帮忙，不过再等对方先开口罢了。王大娘，这是3两白银，您收好。北门大官人，这可使不得，平白无故的给我钱财做什么？王大娘，你看你这说的，我在想什么，你还能不知道？王婆笑了笑。北门大官人怕是看上那潘金莲了吧？两人狼狈为奸，一个为了钱财，一个为了女人，商议得十分顺利。当北门庆出来后，公子虚等人也是心照不宣，借着让北门庆请客的由头，拉着北门庆进了店里。北门庆半推半就的进了店坐下，不过眼睛总是瞅向2楼。吴掌柜，10份煎饼，10份锅盔。公子虚朝我笑了笑，我点头回应后便去干活。众人坐下后，并未聊潘金莲，毕竟本人就在楼上，而北门庆的眼神一直在不断打量我。这么美的小娘子，居然嫁了一个3寸丁。北门庆的动作被我尽收眼底，我心想，也许是我的穿越打乱了一些事情，导致北门庆提前出场。按照剧情来说，本来是武松先出场，潘金莲对武松心生爱慕，但被武松严厉拒绝，最后导致潘金莲心态彻底崩塌，才有了后面的剧情。不过我现在也有自信，绝对不会让后面的事情发生。当煎饼和锅盔都上好之后，北门庆等人也吃了起来。起初北门庆等人是不相信公子虚所说，心想这种小店的东西能有多好吃，但是尝过之后，北门庆忍不住连声称赞。水浒县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应伯爵等人却在一旁挤眉弄眼。北门兄，这家店不仅有好吃的，以后还有更好吃的，在等着北门兄品鉴。随后几人大笑起来，言外之意自然是指被北门庆看中的潘金莲。我隐约也听出来什么，但并未懂。虽说以我如今的武力值根本不是北门庆能对付，但北门庆身后的人脉关系不是我现在能比的，所以我也不想将事情闹大。万一弄死人或者是被诬陷，我可不想被逼上梁山做什么好汉。我只想赚钱，再提升自己属性，有钱有地有商业帝国，没必要去惹那么多麻烦。好在北门庆几人吃完之后，丢下钱便离开了。当天忙完之后，我看了看积累下来的25点属性值，思索片刻，我决定15点加力量。现在我的武力值已经到了650斤。我捏了捏拳头，整条胳膊发出强有力的声响，感觉一拳下去可以打死一头老虎。而剩下的10点属性，因为现在北门庆已经出场，而且已经开始接近我的夫人，所以我选择将这10点属性加在了身高上。加点成功，已增加10厘米。系统声音响起，我感受到浑身前所未有的剧痛，仿佛我的骨头和肌肉在被拉长，我差点疼得叫出声来。不过还是给了我惊喜，居然有10厘米，相当于穿了一双增高鞋。虽然看不出太大区别，但后续继续增加身高，回到前世的1.8米完全不是问题。而此时沉浸在数钱快乐中的潘金莲，全然不知我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。我转身去烧水洗澡，木桶中雾气缭绕，我躺在木桶中，露出强壮的肌肉，双手摊开放在桶边缘，抬起脑袋，一脸的享受。潘金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屏风后面，她有些意外，我这身板似乎挺硬朗。当我洗完站起来的时候，潘金莲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转了过去。而当我穿好衣服，她转过来时，她眼神异样的上下打量我。大郎，我怎么感觉你变高了不少？潘金莲又上下打量一番，越看越惊讶，乍一看似乎长高了，又一看好像也没什么变化。我尴尬挠头，好像是高了一点，或许是我长个子了吧。这话潘金莲不信，30几的人还能长个子，她觉得自己应该是眼花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之看上去高了点，这让她内心十分喜悦。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相公是个矮冬瓜。第二天我刚开门，就看到对面王婆坐在茶铺门口嗑瓜子，一张笑脸一直盯着我家店门，有人路过时，她也会上前聊上几句，不过她的目光时不时看向我这边。见到潘金莲终于下楼，王婆赶紧拿出一件旧衣服过来。金莲，来王大娘这边喝杯茶，我正好有件事找你帮忙。王婆笑呵呵拉着潘金莲，金莲，你看我老婆子眼神不太好，你针线活好，过来帮我缝下衣服。潘金莲因为上次王婆看不起大郎那件事，本来不是很想去，但见王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不去也不太好，便跟着王婆去了。王婆将潘金莲拉到后面小房间，拉着金莲的手看着。哎呀，金莲，瞧你这细皮嫩肉的多好啊！想我王大娘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，哎，可惜岁月不饶人，如今人老珠黄了。潘金莲只能陪着客套。王大娘说笑了，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胚子，我怎么能和您相提并论？就在潘金莲缝补衣服的时候，王婆突然拿出一块绿色玉佩。金莲，拿着，这玉佩价值2两银子，是昨儿北门大官人送的。
你一定喜欢。潘金莲一听是北门庆送的，脸色瞬变，连忙将玉佩推了回去。王大娘，莫要取笑我，我是有夫家的人，怎能随意收下北门大官人的东西？人家北门大官人也没什么意思，你想想这玉佩，你家武大郎卖多久烧饼才能买给你？人家送你，你收着就行。潘金莲见拒绝无用，便起身要走，并表示自己有玉佩。王婆听闻，疑惑看向潘金莲，心想着玉佩可不是寻常人家有的，只当潘金莲是开玩笑。没曾想，潘金莲从衣服里掏出一块白色的玉佩，玉佩质地细腻通透，隐隐还透着一股温润光泽。王婆顿时吃了一惊，一眼便看出这玉佩绝非凡品。潘金莲告诉王婆，这是她家大郎给她买的，加上丝绸衣服和饰品，花了10几两银子，而且他们现在不缺钱。潘金莲也不傻，王婆的心思她看得明白，只是自家大郎有钱，她压根不稀罕别人的东西。王婆这才发现小丑竟是自己，只能尴尬收回玉佩。可一想到北门庆许诺的事后报酬，又有些不甘心，做着最后挣扎。金莲啊，这些对于北门大人来说都是小钱，你尽管拿着，又不要你做什么。再说，你还不知道北门大人的来头吧？潘金莲笑了笑，表示自己知晓，但这都和自己无关。说完，潘金莲起身快步离开。王婆看着潘金莲离开的背影，急得不行，这完全打乱了她的算盘。尤其是看到潘金莲回去后和你有说有笑，十分恩爱，更是愁上加愁，压根不知道怎么去跟北门庆交差。可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，只能耐着性子再等下一个机会。潘金莲回去后，并没有向我提这件事，但我其实早就知道了王婆的心思，为了几两银子勾引别人妻子，最后还害死了武大郎。不过我并不着急，以后有的是办法教训这个贪心的老太婆。我再次将当天的属性全部加在了身高，毕竟我的武力值已经足够，随便出手就有700斤的力道，要是不收点力，一拳足以把人脑袋砸爆。况且加身高，武力也会跟着提升。加点后，我浑身火辣辣的，骨头像是被硬生生拉扯着一般。我心中想着，下次不能这么心急，还是一点点加比较好。这样一下子拔高，估计生不如死。拔高之后又满身大汗，于是我跟潘金莲说了声，便去洗澡。而潘金莲见我龇牙咧嘴，还无故一身汗，吓得赶紧询问我是不是生病了。我尴尬的敷衍自己，可能是累到了。见状，潘金莲便主动去帮我烧水，还亲自帮我擦拭身体。而我洗完后站起来，潘金莲神色有些疑惑，刚才她没注意，现在怎么感觉我似乎又变高了？若之前只是细微的变化，那这次整体高了18厘米，差距就十分明显了。潘金莲顿时惊呆了，询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只能找了个借口，谎称可能是身体突然开始发育了。潘金莲满脸不解，担心我是否得了什么病。我耍了一套拳法给她看，你看我这样生龙活虎的，像是生病的样子吗？潘金莲被我逗得小脸一红，捂着嘴偷笑。倒也是，看着比以前壮实多了。我长高之后，再配上魁梧的身材，比以前看着顺眼多了。而且还这么会赚钱，以至于潘金莲总是忍不住盯着我看。这天我早早关了店铺，拉着潘金莲说要带她去逛街。潘金莲高兴地跟着我出了门。我们2个人刚出门，就看到对面的王婆频频打量着我的锅盔店。她一直等着我夫妻俩爆发矛盾，好趁机钻空子。可当她看到我们手牵手，有说有笑，一副感情极好的模样时，刚喝进嘴的茶水差点喷了出来。我牵着潘金莲逛到了城北，眼看天快黑了，南哥还在那儿忙活，而且生意还很好。虽然大头给了我，但是也比他之前赚的多多了。而且现在还能把自己老爹接到店里照顾，南哥别提有多高兴。一家人都把我当做再生父母。见到我来，南哥立马把这段时间的盈利和账本拿给我，而我只是接过银子，告诉他账本我不用看，他做事我放心。我见南哥父亲身体不好，还从盈利里面拿出2两银子，让他老人家先把身体调理好，以后也可以多帮帮南哥。父子2人热泪盈眶地看着我，不知该说什么。这时南哥突然想起来一事，在不远处有人也学我开了家锅盔店，我知道出现竞争对手这种事是难免的，不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南哥说那家店生意惨淡，听说快开不下去了。我笑笑没说话，没有我的独家秘方，做出来的锅盔味道肯定差远了。吃过我家锅盔的人嘴刁得很，他们家生意能好才怪。不过我也挺好奇是谁这么着急，于是我跟潘金莲来到那家店，老白锅盔店，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老白父子一看是我来了，立刻跑到我面前，吴掌柜，你家的锅盔我们试过，味道真是绝了。我们做的总差那么点意思，不知道吴掌柜能不能指点我们一二？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水浒县的混子2人组，这2人之前经常干些欺负乡邻、敲诈勒索的勾当。我心里暗自好笑，这父子俩怕不是脑子进水了，跟自己竞争做生意，居然还敢来问秘方。白达其实也不傻，他只是看我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，才敢如此开口。万一我这矮冬瓜真犯了傻，把秘方交出来，那他们以后就能靠着卖锅盔发大财了。我夸他们锅盔做得不错，但我也没有什么妙招。说完便带着潘金莲离开了。老白父子看着我俩离开，2人对视一眼。我不说秘方也是他们意料之中，我这边不行，他们还可以找南哥。白达在水浒县混了这么多年，有的是办法。要是南哥不肯说，他们就来硬的，反正这种事他们以前也没少做。第2天一早，南哥就鼻青脸肿的跑来找我，看到南哥的样子就知道被人打了。我忙询问南哥怎么回事。是白达父子，他们要秘方，我不给，然后就被打了，还威胁我，要是不给秘方，就让我们做不成生意。我听到这话，脸色沉了下来。南哥运营着我的分店，这么弄摆明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欺负南哥就等于欺负我武大郎，真当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捏的软柿子吗？我知道如果这次不找回场子，只怕白达父子会更嚣张，而且以后还会有更眼红的人出现。打定主意后，我便叫上南哥，准备找白达父子算账。潘金莲从2楼下来，嘱咐我不要冲动，大郎小心点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当我和南哥走后，对面的王婆顿时开心起来，有人找我麻烦。现在潘金莲独自在家，正是她下手的好机会。我虽然心里恼火，但也明白宋朝有律法，若是考虑不周，真摊上事儿就不划算了。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，不是斗气，但场子必须找回来。于是我带着南哥来到了白达家门口，脸上挂着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。白掌柜，我是来和解昨天的事情的。此话一出，白达父子俩都愣住了，心想莫不是我武大郎怕了他们，今日特意来送秘方。再看我一脸低姿态的样子，也不像是来找事的。南哥在一旁虽然疑惑，但并没有插嘴。我继续放低姿态，你们不是要秘方吗？我给你们送来了，可以让我进去说吗？白达父子一听高兴坏了，他做了这么多年混混，最懂怎么对付老实人。
这不，武大郎就因为害怕送来了秘方，而有了秘方，他以后就可以卖锅盔赚很多钱。虽然老白觉得此事有点不对劲，但是看到我一脸憨厚模样，便也没有多想。多年来欺软怕硬的经验告诉他们，把对方打怕了，什么好东西都会送上。我进屋之后让白达关好门，毕竟这是我武家的独门秘方。白达想想，他一个1米8的大个子，也不担心我一个矮冬瓜，便连忙关好门，拿来纸笔，冲我傻笑。吴掌柜，只要你把秘方写出来，我保证。哎呦！他话未说完，我突然一巴掌甩到白达脸上，白达脸上瞬间出现了巴掌印，疼得他大叫。若是不收力，我这一巴掌怕是能直接把他的脸打烂。此时老白也反应过来，直接朝我一拳打了过来。不过他低估了我的速度，瞬间他的手腕就被我抓住，随便轻轻一捏，老王便惨叫一声跪倒在地。白达缓过来，怒骂着朝我反击，可还没等他靠近，另一边脸又被我甩了一巴掌，直接被打得晕头转向，站立不稳。接下来只要白达敢开口怒骂，我就一巴掌扇过去。他想反抗，可在我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反抗显得格外可笑。南哥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厉害，一个人就能把白达父子俩按在地上摩擦。此时白达才反应过来，他让我关门根本不是要给什么秘方，而是不想留下证据，怕被外人看到。我也不想闹出人命，打了一会儿便停了手，朝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俩人要了3两银子作为南哥的医疗费。在我拳头的威胁下，白达父子翻箱倒柜，凑了半天就只凑出2两银子，递给了南哥。南哥拿着银子，瞬间觉得昨天挨的打值了。白达父子俩看着自己仅剩的一点积蓄被拿走，心疼的直抽泣，可也不敢反抗，谁让他们招惹了不该惹的人呢？我拍了拍手，告诫白达父子2人以后老实点，我的人不是他们能欺负的。白达父子2人赶紧点头认怂。说完，我便带着南哥离开，只剩下白达父子看着对方痛哭流涕。我虽然打得疼，但下手有分寸，只是让他们短期内下不了床。另一边，王婆见只有潘金莲一个人在家，便笑嘻嘻的来到我家，喊潘金莲去她茶铺坐坐。潘金莲本就不喜欢王婆，此刻又担心我的安危，便拒绝了王婆。但王婆不死心，还在门口碎碎念。此时我店里的伙计吴蒙走了过来，朝着王婆凶巴巴吼道：“王大娘，我家嫂嫂不愿去，你就自己一边待着去。”我吩咐过吴蒙照顾好嫂子，这吴蒙性子耿直，看出潘金莲不喜欢王婆，便忍不住替潘金莲出头。王婆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一个小伙计也敢对她吆五喝六。她正想扯开嗓子怒骂，突然瞥见远处我正朝家赶来，顿时没了底气，只能灰溜溜的转身回到自己的茶铺。潘金莲见我回来，立刻上前拉着我焦急询问：“大郎，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没动手伤人吧？”他还记得我上次教训闹事者的场景，担心我一冲动闯出祸来，我微笑着拍了拍他的手：“放心吧，娘子，我心里有数，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欺负南哥了。”我本以为经过这么一顿教训后，白达父子会学乖，谁知这2人既吃不记打，在床上躺了几天，稍微好点，便召集了一股混混，商量着要找回场子。这天我正在店里跟公子胥交谈，只见南哥着急忙慌的跑来找我，说分店被白达带人砸了，估计现在正在往这边赶，而且10来个人都拿着家伙。听到对方人多势众，还来者不善，潘金莲又开始担心我却是很平静的朝他笑笑：“没事的，娘子，你先上2楼，这些人我来对付。”而对面的王婆正看着这一幕发笑，坐着等我被混混收拾。果然没多久，街道人群散开，10来个人走了过来。为首的白达父子2人脸上带着伤，看着2人的表情，这次是铁了心跟我斗到底。面对这种无赖，我也很无语。如果解决不了他们，以后恐怕是没有安稳日子。此时店内的公子胥笑了笑：“看来吴掌柜遇到麻烦事了。其实这帮人我认识，要不要我帮忙赶走？”我意外的看了一眼公子胥，以他的家世要帮忙，确实就一句话的事情。但是我不想欠他这个人情，那样白达他们也不会服气，往后还是要来找麻烦。何况他们砸了我的分店，不给点赔偿，我也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。3寸钉，给老子滚出来！3寸钉，给老子滚出来！白达带着一群人直接冲进了我的店里，我没让公子胥出面，他倒也想看个热闹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死局，如果他不出面，我这店铺不但保不住，就怕人也要挨一顿揍。因为这群混混中的那个清瘦男子，正是县令手下兜头王恒的堂弟王豹，绝非普通平民招惹得起。此刻店铺中，我冷冷看着他们：“你们现在出去还来得及。”王豹见我这矮冬瓜居然如此嚣张，顿时挥起拳头便朝我打来。白达也懒得废话，大声喊着让其他人一起动手。在场的人都以为我这次肯定要遭殃，可下一秒，王豹捂着肚子跪倒在地上狂吐不止。紧接着，我身躯一闪，剩下的混混被我一拳一个，前后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，混混们纷纷倒在地上，哀嚎不止。围观的群众还没看清热闹，这群混混就已经被我全部制服。我伸手将他们一个个地从店铺里扔了出去，尤其是白达父子俩，新伤加旧伤，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，哀嚎声震天。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我这看似不起眼的矮冬瓜居然这么生猛。王婆站在茶铺门口，看得心惊胆战。她一直以为我只是个卖锅盔的，没想到居然这么能打，心里顿时有些害怕，暗自庆幸自己没敢过分招惹潘金莲。公子胥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，他也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厉害。此时王豹躺在地上骂骂咧咧，他可吃不得这么大的亏。如果之前是帮白达找场子，那现在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恩怨了。于是他让人悄悄报信，找他堂哥王恒来帮忙。此时王豹躺在地上骂骂咧咧，他可吃不得这么大的亏。如果之前是帮白达找场子，那现在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恩怨了。于是他让人悄悄报信，找他堂哥王恒来帮忙。没过多久，一大群捕快就匆匆赶来，为首的正是都头王恒。王恒一脸凶神恶煞，怒吼：“谁在这里闹事？活腻了不成？”此刻我心里不免有些后悔，之前只顾着提升武力，忽略了打理官府的关系。光靠武力，有时候也难以应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。四周的街坊邻居都纷纷摇头，议论纷纷。看来这次事情是真的闹大了。王恒和县令的关系十分要好，在水谷县几乎可以一手遮天，没人敢轻易招惹。不过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看到，是白达这群混混先动手砸店，我只是自卫而已。我心里也有底，就算王恒想偏袒，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。毕竟很快我就会有钱有势，如果他要刁难我，那他巡捕头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就在双方对峙时，公子胥走了出来。王恒都头别来无恙。看到是公子胥，王恒
衡立马转变态度。公子虚大人，您也在啊？公子虚点点头，指着地上的人。今天这事是白达父子的错，他们不光砸了吴掌柜的分店，还带头打人，这事闹到上柜，对他们并没有好处。公子虚知道王豹是王恒的堂弟，如果我被抓走，少不了一顿苦头，而他主动出手，就是摆明了要帮我。王恒愣住，他心里清楚，公子虚背后有公太监撑腰，现在公子虚出面了，他也不好处理，否则会得罪公子虚。但他不明白公子虚为什么要帮我，其实是我强悍的身手让公子虚十分意外，心中萌生了强烈的结交之意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卖我一个人情。王恒权衡利弊之后，公子虚的面子要给，他不可能为了这废物王豹间接得罪公太监。看向地上的白达父子，白达，你们打砸了武大郎的店铺，可否属实？本来还暗自窃喜的白达父子瞬间慌了神，刚想要狡辩，一身伤痕的南哥站了出来，指着地上的白达，说是白达先动手，而且满街的人都能作证。此刻狡辩已没有意义，白达只好硬着头皮承认。王恒见白达父子承认，看向我，吴掌柜，此事是白达父子不对，理应赔偿你的损失，你看要多少赔偿才合适？4两银子赔偿我分店的损失和南哥的医药费。王恒听后瞪大双眼，他没想到我会要这么多，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合情合理。王恒狠狠瞪了一眼身旁的王豹，朝着我拱了拱手。吴掌柜通情达理，4两就4两。今天是我这弟弟不懂事，以后我定严加管教，不再让他惹是生非。今天是我这弟弟不懂事，以后我定严加管教，不再让他惹是生非。王豹见自己哥哥直接答应，还想挣扎一下，被王恒瞪了回去。在王恒的呵斥下，10几人凑了半天，也只凑出来3两银子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也知道见好就收。收下3两银子后，事情也算告一段落。回去路上，王豹一脸不服气，对着王恒抱怨：“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武大郎抓起来？凭什么要我们赔他银子？”蠢货！这件事如果是武大郎的错，我还能帮你。现在公子虚出面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你个猪脑子！王豹被骂得不敢吱声，冷静下来后，也觉得堂哥说的在理。可一想到自己赔了银子，想想就肉疼。现在身上比脸还干净，这钱只能找白达父子要。另一边，我正在感谢公子虚出手帮忙。今日感谢帮忙，以后若是有什么事儿，只要我能帮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公子虚有心和我结交，等的就是我这句话。随后客气一番离开。看着公子虚的背影，我仿佛又看到他头顶上的绿帽，想着什么时候告诉他真相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公子虚最后会被北门庆和李瓶儿气死。潘金莲一脸担忧地走了上来，他虽然为我的勇猛感到安心，却也担心我树敌太多，以后店铺不好开。好在这次打人的得到了教训，赔偿也拿到了，店铺也能正常营业。他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此刻我心里盘算着怎么发展自己的势力。我忽然想到了白达父子，这两人虽说不是什么好人，却有个优点，讲义气。朋友被欺负，他们总是第一个冲上去。我要的就是这种能打能拼、忠心耿耿的人。于是我带着吴蒙来到白达家门前。白达父子听到敲门声，踉跄着开门，看到是我，顿时吓得脸色惨白，以为我是来找麻烦的，连忙跪地求饶。吴掌柜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请放过我们父子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招惹你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不是来找事的。说着，我招呼吴蒙将手中提的米放下。我的行为搞得白达父子有些懵逼，关键时刻居然是我来送东西，不过他们也不敢要啊。我找你们是想让你们替我做事，你们现在走投无路，跟着我，保你们有饭吃，有钱赚。若是不答应，你们以后在水浒县也很难立足。白达父子对视一眼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他们现在早已不敢得罪我，别说替我做事，就算是让他们做牛做马，也心甘情愿。我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2张契约。这是2张10年的契约，10年之内你们帮我管理大郎锅盔3分店，我教你们锅盔的手艺，每个月给你们工钱。10年之后，你们可以凭借着手艺自己开店，还能享有3分店30%的利润。白达父子一开始以为是要让他们做家仆，脸色瞬间煞白。家仆要受主人约束，还要服从各种安排。可听完我的话，两人眼中满是震惊，没想到我居然愿意教他们手艺，还让他们有机会自己发展。他们本就不想再做混混，当初开锅盔店也是想安稳过日子，只是没有手艺才生意惨淡。白达父子高兴坏了，连连向我道谢。我自然不是什么大善人。白达父子高兴坏了，连连向我道谢。我自然不是什么大善人，这么做只不过是需要帮工而已。像白达父子这种人，我即便是把他们弄残，意义也不大。反过来，如果收服了他们，就相当于解决了水浒县一大批混混。看着白达父子高兴的样子，我又补充道：我是生意人，不想到处树敌，只要你们好好做事，利益方面我不会亏待你们。这钱是3分店的租金，也是你们的医药费。养好伤后就去店里找我，我教你们手艺。白达父子接过银子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当即表示以后就是我的人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们绝不含糊。我连忙扶起两人，让两人不必如此，以后好好做事就好。之后一段时间，白达父子伤好后，便按照我的吩咐将3分店开业，我也如约教他们锅盔手艺。这手艺学起来不算难，没过几天，他们就熟练掌握了，准备了2天便正式营业。我也不担心他们违反契约，毕竟契约上写明了，若是违约要赔偿500两银子，这是他们根本无力偿还的数字。就算他们学会了手艺，也不敢有其他想法。这段时间，我的3家店铺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加上之前教训白达、王豹等人，我的声望也与日俱增。目前已经积攒了46点属性，我开始犹豫，是加颜值还是继续加身高？思索片刻，我加了身高。此刻我再也不是以前的3寸兵了，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力量已经足够应付各种麻烦，是时候改变一下颜值了。于是我又加了20点颜值。刚加完属性，我感觉脸上一阵发热，皮肤变得白皙了许多，五官也变得精致了一些，连牙齿都变得平整了。此时潘金莲正在柜台前数钱，我没有打扰她，转身去烧水洗澡。木桶中，我看着自己的变化，心里十分满意。洗完澡刚起身，就听到潘金莲惊喜的声音：“大郎，你洗完了，今天收益有2两6钱，我算了好几遍呢。”突然，潘金莲傻愣愣地看着我，一脸难以置信：“大郎，你好像又长高了，而且脸好像也变好看了。”有吗？我没觉得。真的，
的，皮肤变白了，牙齿也平整了，整个人看着精神多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长高又变好看了？可能是身体越来越好，连带容貌也有了变化。潘金莲虽然还是有些疑惑，但看到我变得越来越好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也不再多问，只当是上天眷顾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变化又明显了一些，潘金莲看在眼里，也没有多想。此时，北门庆走到街道上，老远就盯着我的锅盔店，没看到潘金莲的身影，脸上露出几分失望。对面的王婆连忙笑着招呼北门庆来喝茶，两人来到后院的小房间，北门庆开门见山：“王大娘，你答应我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办妥？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。”不是我不帮，实在是武大郎和潘金莲现在感情太好了，我根本找不到机会。你再使把劲儿，只要能让潘金莲来见我，我愿意再给2两银子。说着，北门庆又拿出2两银子塞给王婆。王婆看到银子，两眼放光，立马答应下，转眼就笑嘻嘻的来到我的锅盔店，假装买了2个锅盔。金莲在家吗？我想找她帮个忙，顺便聊会儿天。他在里屋睡觉，不方便出来，有事跟我说。王婆没办法，只能灰溜溜回去，跟北门庆谎称潘金莲不在家。北门庆无奈，只能吃了点东西便离开。可他并不甘心，没过多久，又再次来到王婆茶铺，让王婆再去试试。此时我心中也有了主意，假装让潘金莲去见王婆，我亲自出面，好好教训北门庆一顿。我思索片刻，决定还是自己出手。于是我跟潘金莲说了一声，让她配合王婆去她的茶铺一趟。我随后就到。潘金莲虽然担心，但还是听从了我的话，去了茶铺的房间。王婆先是和潘金莲闲聊几句，随后又说起有钱人家的日子有多好，还特意提起北门庆，说他家里富贵，身边又没人约束，又故意说我配不上潘金莲，实在可惜。潘金莲刚坐下不久，帘子后面突然走出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，让潘金莲吓了一跳。他根本不知道北门庆躲在这里。金莲，不要害怕，这是北门大官人，他刚好也在这里，你们认识认识。潘金莲被王婆拉着，只能不情不愿地和北门庆搭话。你真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，跟着武大郎那个3寸丁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跟大郎现在感情很好。潘金莲着急起身要走，北门庆却不愿意让她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我破门而入。大郎，你终于来了。这真的是那个3寸丁武大郎？他怎么变得如此高大魁梧，气场恐怖？大郎你来了，这位是北门大官人，我们就是聊聊天，没别的意思。我冷冷看着北门庆，我知道你那点心思，在这勾引我家娘子呢。大郎，我看上你家媳妇儿是给你面子，识相就滚出去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好你个3寸丁，居然还敢打我！北门庆再次朝我冲来，我抬起脚将他踹飞。北门庆压根不是我对手，几次冲上来都被我轻易踹倒，狼狈不堪。我踩在北门庆的胸膛上，冷冷警告：再敢招惹我家娘子，就没有你好果子吃，记住了没？我的北门大官人，大郎你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我直接给了王婆一巴掌，随后我便心满意足地拉着潘金莲潇洒离开。我走后，王婆捂着脸，委屈地让北门庆报官。北门庆爬起来，擦了擦嘴角的血，摇了摇头：不能报官，这事传出去，我脸就丢尽了。但他并不甘心，当天下午就带了20多个家仆，气势汹汹地跑到我的店内，想把丢的脸找不回来。我见了一点都不怕，一个人冲了上去，把那些家仆一个个扔了出去，顺便当着街上所有人的面把北门庆又收拾了一顿。等北门庆一行人狼狈逃走后，这事儿才算完。而我在水浒县的名声又大了一圈。北门庆吃亏回到家，还是不服气，凑了上百人决定再去找我算账。然而这个时候，我正在和公子胥在酒楼包间，准备将北门庆和李瓶儿私会的事告诉公子胥。徐公子，你老婆和北门庆天天晚上私会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北门庆和我是兄弟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事。你白天约北门庆出去风流，到了晚上再回家去后院查看，2、3次后必定能发现端倪。话已至此，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选择。第二天，公子胥特意约北门庆出门喝酒。既然是兄弟请客，那在下便却之不恭了，请。酒桌上，北门庆和一群兄弟们喝得大醉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而公子胥全程没怎么喝，一直记着我说的话。到了半夜，公子胥便怀着忐忑的心起身回家。悄悄回到自己府里后，他直接去了后院，到处寻找。果然在一间偏房门外看到一个黑影从房里跑出来。公子胥赶紧让人点燃火把，火把亮起的一瞬间，公子胥便看清了黑影，正是北门庆。一瞬间，公子胥如遭雷击般差点跌倒，浑浑噩噩地走进偏房后，公子胥就看见李瓶儿头发乱糟糟地躺在床上。见自己被发现了，李瓶儿瞬间装作无辜：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与北门庆私会，还想骗我多久？要是我今晚不来，你是不是要骗我一辈子？周围的家仆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自家夫人会做这种事。公子胥气得浑身发抖。来人，把李喜儿绑起来，带她去见宫太监。宫太监正在睡觉，被吵醒后，发现公子胥绑着李瓶儿跪在门口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女人每天晚上居然背着我和北门庆私会。宫太监一听气得不行，你立刻写封休书，休了李星儿。随后命令管家，明天你去趟北门府，警告一下北门庆，让他拿点银子赔偿。北门庆要是不肯，就把他赶出水藻县。
第二天，公子虚就写了休书，将李瓶儿赶出了公子府。与此同时，张管家带着人去了北门府。这时候，北门庆正准备带人去找我算账，听说公太监派人来了，赶紧出门迎接。公子虚也跟着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群壮汉。北门庆见到公子虚，当即吓坏了，赶紧赔礼道歉，并将早准备好的1000两银子拿了出来。公子虚还是气不过，上前给了北门庆一拳。北门庆自知理亏，不敢反抗。公子虚看着北门庆，你不是喜欢吕萍儿吗？我已经把她休了，你愿意娶就娶，我现在也管不着。但从今往后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说完，公子虚转身离开。北门庆后面没再来找我麻烦，我也猜到了个大概。过了几天，公子虚约我去酒楼，我刚进包间，公子虚就给我行了个礼。五兄弟，前几天是我不好，错怪你了。要不是你告诉我真相，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。先前的冒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赶紧扶起公子虚。公子兄别客气，我就是碰巧上街购买食材时，碰到两人行踪不对劲，便猜到俩人有染。我也不想看到你被蒙骗。五兄弟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如果北门庆要找你麻烦，我公子虚绝对站你这边。我们俩人举杯痛饮，交流甚欢。后来，公子虚邀请我去参加公太监的巴士寿辰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这正是认识公太监的好机会。公太监和水浒县关系好，认识他，以后我在水浒县就好混了。于是我立马答应。公太监的巴士寿辰就在3日后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若能攀上这条人脉，日后在这水浒县，我便不只是个会做锅盔的武大郎，而是真正有了立锥之地。回到家中，我将此事说与潘金莲听，她又是惊喜又是惶恐。大郎，公太监府上可不是寻常去处，咱们得备份厚礼才是。我笑了笑，心中早有计较。寻常金银器物，公太监府上定然不缺，去了也是泯然众人，缺一种能让见多识广的老太监也瞠目结舌的稀罕东西。我想到了一物，那东西在后世司空见惯，可若放到现在，那便是神仙知识。娘子放心，这回我要做的东西，整个大宋都没第二个人能做出来。此物便是蛋糕，3层胚，7层碟，顶上铺满奶油的7层大蛋糕。这念头若被旁人听取，怕要笑掉大牙。大宋朝连烤箱都不知为何物，何况是奶油裱花、蛋糕胚体，这等西方舶来的手艺。但我前世钻研面点10余载，中西南北无所不通。区区蛋糕，只要材料齐全，绝非妄想。接下来的3日，我将3家店铺的营生全部交给南哥和白大父子打理，自己则闭门谢客，一头扎进后厨。潘金莲只知道我在捣鼓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却只能待在楼上干着急。潘金莲捏着手帕在厨房外转了好几圈，终究没敢推门。厨房内，我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。没有电烤箱，我用青砖在后院献砌了一座双层烤窑，上层烧炭，下层制胚，靠窑壁的余温均匀烘烤。没有打蛋器，我卡了一根细竹，将一头劈成12瓣，反复弯折，使其柔韧，全当手打蛋抽。没有低筋面粉，我将精面过筛7遍，掺入磨细的米粉，降低筋性。没有黄油，我取牛乳浸制1夜，加盐搅打，反复水洗揉捏，硬是做出了堪用的粗制奶油。最难的是温度，烤窑没有温度计，全凭手感。第一炉胚子火候太猛，表面焦黑如炭，切开后内里还是生糊。第二炉火候太弱，胚体塌陷，像只泄了气的皮球。我蹲在烤窑前，双眼布满血丝，额头被窑火烤得通红，却不肯有半分退让。第3炉失败时已是第2日深夜，我狠狠灌了一口凉水，将失败的胚体砸在案板上，碎屑四溅。再来。第4炉成了，胚体金黄蓬松，直按回弹。我拿起一块尝了尝，闭眼片刻后，长舒一口气，有了成功的胚体，剩下的便是层层叠加。我将蛋糕胚横切成薄片，每片之间抹上打发好的奶油和糖渍桂花，一层叠一层，足足叠了7层。最外层用奶油细细抹平，虽没有前世那些专业的裱花工具，但我用竹签蘸着熬花的红糖在奶油表面勾勒出松鹤延年的图案，又在边缘点缀了一圈蜜枣和核桃仁。完工的那一刻，连我自己都有些恍惚，这座7层大蛋糕静静立在案板上，宛如一座微型的白玉仙台。潘金莲终于被允许进入厨房时，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定在了原地。她的目光从蛋糕顶端一寸一寸往下挪，嘴巴越张越大，最后用双手捂住了嘴，眼眶里竟然泛起了水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妾身活了大半辈子，莫说见过，连听都没听过这种东西。这上面白花花的是什么？这松鹤又是怎么画上去的？这哪里是吃食？分明是供在庙里的宝贝。这叫蛋糕。寿辰当日，我雇了4个人，用抬轿的架子小心翼翼地将7层蛋糕抬往公太监府。蛋糕上盖了一层红绸，路人纷纷侧目，交头接耳地猜测轿子里抬的是什么宝贝。潘金莲走在我身边，换了一身新做的藕褐色襦裙，一路上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却挺直了腰板，不肯让人看出半分惬意。公太监府门前车水马龙，送礼的、拜寿的人排成了长队，俱是水浒县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我远远便瞧见公子虚在门口迎客，他也看见了我。五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！咦，这轿子里抬的是什么？我笑而不语，只是示意他引路，请引路。有了公子虚亲自引路，我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内堂。堂上高朋满座，觥筹交错，我一眼便瞥见了坐在角落的北门庆，他正与几个面生的宾客说话，目光与我相撞时，脸色微微一变，随即移开了视线。看来公子虚休妻那件事后，北门庆的处境果然大不如前。我也不去理他，命人将蛋糕抬至主桌前。此时宴席已过半，宾客们酒足饭饱，正是上甜点的时候。公子虚将我引荐给公太监，老人家须发皆白，一身锦衣华服，端坐主问，虽已暮年，目光中却仍透着几分精明。他打量了我一番，目光中掠过一丝讶异。叔父，这位便是我跟您提过的武大郎，他今日特地带了一样稀罕的吃食来给您贺寿。公太监微微点头，目光落在那盖着红绸的庞然大物上，满堂宾客也纷纷安静下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朝公太监行了一礼，然后伸手将红绸揭开。整座大堂所有的嘈杂声在这一刻齐齐消失了。那尊7层大蛋糕静静立在主桌前，散发出甜香与奶香交融的馥郁气息。有几位年纪大的老员外甚至站了起来，眯着眼睛使劲看。公太监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问道：小五，
这是何物？回宫爷爷，此物名为蛋糕，共有7层，最外层是牛乳打发的奶油，里粒是烤制的蛋糕胚，层间加有糖渍桂花，松鹤延年，福寿双全。宫太监没有动，他先是绕着蛋糕走了半圈，从不同角度端详那幅松鹤图，又弯下腰凑近了闻了闻，最后才在满堂宾客的注视下拿起竹刀，亲自切下第一块。奶油层被切开时发出细微而柔滑的声响，断面处7层胚体层次分明，宛如白玉上镶嵌的金线。宫太监将蛋糕送入口中，闭上嘴，然后他的眉毛动了一下，满堂鸦雀无声。宫太监嚼了很长时间，像是在品鉴什么极细微的味道，又像是舍不得咽下去。终于，他喉结一动，将蛋糕吞入腹中，然后缓缓转过身来看着我，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。老夫活了80年，不敢说吃遍天下，但也算尝过大江南北的珍馐美味。可今日这一口下去，老夫只能说4字：前所未有。满堂哗然。宫太监命人将蛋糕切成小份，分发给各桌宾客品尝。每一口蛋糕入嘴，都会引发一阵此起彼伏的惊叹。叮，来自宫太监的愉悦情绪加8。叮，来自张员外的惊讶情绪加5。宫太监吃了整整2大块蛋糕，心情大好。你这大郎手艺不错，人也精神。听说前阵子还有人去你店里闹事，往后若是再有不长眼的找你麻烦，尽管报我宫太监的名号。此言一出，满堂皆惊。我心中大喜过望，当即深深一揖。远处的北门庆脸色铁青，拳头攥得咯咯作响。他闷头灌了一杯酒，酒液顺着嘴角淌下来，狼狈不堪。寿宴散后，公子胥拉着我去了偏厅喝茶，脸上的激动之色还未褪去。寿宴散后，公子胥拉着我去了偏厅喝茶，脸上的激动之色还未褪去。吴兄弟，你可知道今日你走后，堂上那些人说了什么？李掌柜说要出50两买你的方子，赵夫人更夸张，到处跟人讲，她吃了一口便觉得活了半辈子白活了。还有我那叔父，我在他身边伺候了10几年，从没见他吃什么东西超过3口的。今日2大块蛋糕下肚，回去后破天荒没有喊胃口不适。他方才还特意嘱咐我说，改日得空了要亲自去你店里坐坐。我心中一动，宫太监若能驾临小店，那便是活招牌。日后在这水浒县，谁还敢来寻衅滋事？当即便应承下来。回到家时已是深夜，潘金莲累得靠在床头便睡着了，嘴角还挂着笑意。我轻轻替她掖好被角，来到楼下，将今日积累的情绪值清点了一番。望着系统面板上那一排可兑换的属性，我沉吟良久。北门庆不足为虑，但水浒县卧虎藏龙，日后难保不会遇到更棘手的对头。更何况再过不久，我那打虎英雄的弟弟武松也该到阳谷县了。届时他若见到我这哥哥脱胎换骨的样子，不知会是怎样的表情。太监寿宴之后的几日，我的锅盔店生意又翻了整整1倍。光是冲着宫爷爷夸过的点心，这名头来的客人就从街头排到了街尾。大郎，咱们是不是该再招几个伙计了？账本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好看，他数钱时的傻笑也越来越频繁。招，必须招！招工的消息一放出去，第2天铺子门口便挤满了人。我挑了5、6个看起来老实肯干的年轻人，交给南哥去调教。其中有个叫阿福的小伙子，15、16岁的年纪，瘦得像根竹竿，但胜在手脚麻利，学东西也快。我瞧他机灵，便多教了他几手兼并的技巧。阿福感激得连连鞠躬，眼眶都红了。大郎哥，我爹娘走得早，要不是您收留我，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好好干，将来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小子跟我前世有点像，都是在底层挣扎的命。忙完了招工的事，我独自去了屋内。木桶里的水烧得滚烫，我脱了上衣，看着水中倒映出的自己，五官棱角分明，浓眉大眼，虽说离玉树临风还差一截，但也算得上周正英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这几日积攒的100多点情绪值，又拨了30点均匀加在颜值和身高上。熟悉的剧痛再次袭来，骨骼噼里啪啦作响，我咬着牙一声不吭，硬生生扛了过去。等到痛感消退，我再看向水中的倒影时，原本还有些粗犷的面部线条变得柔和了许多，鼻梁更挺，眉骨更立体，嘴唇的弧度也恰到好处，整个人看上去英气勃勃。眉宇间竟透出几分不怒自威的气势，这张脸即便放到前世那些当红小鲜肉堆里，也绝不逊色。大郎，你在里面吗？我给你拿了换洗的衣裳，你上次那件袍子洗得发白了，我让裁缝新做了一件。咦，我放在这边了，你自己拿。我应了一声，穿上之后大小刚好合适。我走出屏风，潘金莲正端着茶水转过身来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她手中的茶壶差点脱手。她愣愣地看着我，嘴巴微张，眼神从一开始的惊讶慢慢变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大郎，你又变了。目光从我脸上滑到肩膀，又从肩膀滑到腰身。你怎么一天一个样？我快认不出你了。我故意逗他，走到他面前，微微低头。那你觉得好看吗？潘金莲没说话，只是红着脸点了点头。这真是我当初嫁的那个大郎吗？该不会被什么东西附了身吧？我哈哈大笑，笑声从胸膛里滚出来，浑厚而敞亮。没过几日，公子胥便派人送来了帖子，说是宫太监要亲自来我店里看看，时间定在3日后的午时。这消息一传开，百姓们议论纷纷，都说武大郎这小子走了天大的狗屎运，先是娶了美娇娘，又做了一手好买卖。我却没有掉以轻心。宫太监何等人物，他肯屈尊来我这小店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吃2口锅盔那么简单。公子胥在帖子里隐晦地提了一句：家中厨子做的菜式皆是旧样，听闻大郎手巧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吃食能入他的眼。这话说的客气，但意思很明确，这是来考察我。当夜，我翻遍了前世记忆中所有的面点菜谱，最终选定了一道失传已久的宫廷点心。此物以猪油和面层层叠叠擀出36层酥皮，中间包裹豆沙与咸蛋黄的混合馅料。烤制时要在表面刷3次蛋液，出炉后表面金黄透亮，入口酥脆绵密，甜咸交织。相传是南宋宫廷御厨的不传之秘。我在前世只做过2次，每一次都因为工序太繁琐而差点翻车。但如今不同，我的体质和敏捷都远超常人，手法快得几乎看不清。揉面、擀皮、包馅、刷蛋液，一气呵成。潘金莲在厨房门口看得眼花缭乱。大郎，这是什么神仙吃食？我光是闻着味儿就饿了。这叫月华酥，明日
我要让宫太监吃的把舌头都吞下去。午时刚过，宫太监的轿子便停在了店门口，公子虚亲自搀扶着他老人家下轿，身后跟着10来个随从。我早已在店中备好雅座，收拾得窗明几净，摆上了一套新制的茶具。宫太监落座后，环顾四周，微微点头。公子虚坐在一旁，笑着对我使了个眼色。我定了定神，回到后厨，掀开炉门的瞬间，一股浓郁的奶香与面香混合的气息喷涌而出，金灿灿的月华酥整齐排列，每一块都泛着诱人的光泽。我将月华酥装盘，又沏了一壶上好的龙井，亲自端到宫太监面前。老人家的鼻翼微微翕动，目光落在那盘酥饼上时，明显多了几分兴致。他拿起一块，轻轻咬下，豆沙的绵密与咸蛋黄的沙糯在口中交融，甜与咸恰到好处的相互包裹，表情从审视变成了若有所思。他放下半块酥饼，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，看了我一眼。这酥饼你是从何处学来的手艺？回宫爷爷，小人年幼时曾遇一位游方僧人，教过几手面扁的诀窍，这些年来反复琢磨，才勉强做出这点东西。今日献丑，宫爷爷莫要笑话。宫太监没有说话，只是将剩下的半块酥饼送入口中，细嚼慢咽的吃完，又拿起第二块。公子虚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他伺候宫太监多年，深知老人家近年来胃口极差。宫太监吃完后，拿起帕子擦了擦手指，把跟来的厨子叫进来。管家应声而去，不多时便领来了一个满面红光的中年男子。宫太监也不多说，只把盘中仅剩的一块月华酥递给他。刘胖子接过，咬了一口，咀嚼几下后，脸色骤然变了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又嚼了几口，转头看我，表情复杂的难以形容。这酥皮至少有30层以上，怎么做到的？这馅料甜咸消融，却互不夺味，这又是什么讲究？小兄弟，你师傅是谁？我谦虚的笑了笑，说自己只是瞎琢磨出来的，没什么事成。刘胖子哪里肯信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两眼放光的说要跟我讨教手艺。这画面让宫太监哈哈大笑，用拐杖点了点地。小五，你这手艺确实了得，我这厨子跟了我20年，还从没对谁这么服气过。你可愿意来我府上做厨子？月俸50两，管吃管住，还给你配2个帮厨的徒弟。50两，这话一出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但转念一想，若进了宫太监府，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约束，3家锅盔店的经营必然受影响，情绪值的来源也会大打折扣。宫爷爷，您看得起我，是大郎天大的福分。但我大郎有3个店铺要打理，还打算再开几家分店，实在脱不开身。不过宫爷爷若是想吃了，随时派人来说一声。宫太监眯起眼睛审视着我，气氛一时有些凝滞。公子虚紧张地搓着手，想说什么又不敢开口。宫太监忽然又笑了，笑得更爽了。好小子，有胆色，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我府上，你倒好，想也不想就回绝了。拐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。行，不肯来就不肯来吧。不过你得分出一间铺子，专门做我府上的吃食，每月老夫派人来取，账目单独结算。宫太监府的订单，这可是别人抢都抢不来的金字招牌。将今日的账目清点完毕。大郎，今天我们净赚了3两7钱，加上宫爷爷府上往后每月的订单，1月至少有200两的进账。他笑着笑着，眼眶却红了。他忽然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热，微微发抖。大郎，当初嫁给你的那天晚上，我看你那张脸，心想这辈子完了。可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你对我如此好，就连王婆和西门城那么欺负我，你都护着我。大郎，我潘金莲这辈子认定你了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跟着你。说完，在我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，然后红着脸跑上了楼。我站在楼下，摸了摸被他亲过的地方，那温软的触感还在。阿福忽然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，怎么了？慢慢说。阿福弯着腰喘了好几口气，才把话说完。我在城门那边送货，听到一队从景皇峰回来的猎户在传，说有人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吊颈白衣大虫。现在正被敲锣打鼓的迎进城来，百姓全都跑去看热闹。那打虎的好汉姓武，排行老2，听说是从清河县方向来的。我的瞳孔骤然一缩，心跳猛地加速。武松，我的弟弟武松，他终于来了。阿福的话像一颗石子砸进我平静的心湖，激起千层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翻涌的情绪，快步走出店门。街道上已是人声鼎沸，百姓们扶老携幼地朝城门方向涌去，人人脸上都挂着兴奋的神色。打虎的英雄，这可是话本里才有的传奇人物。如今活生生的出现在这里，谁不想去瞧一眼？潘金莲从2楼探出头来，见我神色异样，连忙下楼问道：“大郎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二郎来了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。我弟弟武松，他打完虎被迎进城了。潘金莲先是一愣，随即惊喜地拍手：“是二郎来了，二郎来了，那可太好了！你不是总念叨他吗？咱们赶紧去迎他呀！”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转着许多念头。按照原著，武松打完虎后被县令看中，直接提拔做了都头，风光无限。而武大郎则是在街上卖炊饼时被武松一眼认出，兄弟相认。只是那时的武大郎又矮又丑又穷酸，和打虎英雄站在一起，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对比。如今呢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身高7尺有余，体格魁梧，相貌堂堂。这副模样，莫说是武松，就是当年那帮欺负武大郎的泼皮无赖来了，也绝认不出我是谁。城门口已是人山人海，里3层外3层的百姓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，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往城外张望。我仗着身高体壮，顾着潘金莲挤到了人群前头，刚站稳脚跟，便听见远处传来震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。来了来了，打虎英雄来了！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。我抬眼望去，只见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城门方向行来。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乘4人抬的敞篷轿子，轿上端坐着一个8尺大汉，虎背熊腰，阔面重仪，一双环眼炯炯有神。他身上披着一匹大红绸缎，胸前挂着一朵硕大的红花，端的是威风凛凛，气吞山河，正是武松。看到那张阔别多年的面孔，我的心口猛地一热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血脉在这一刻交叠在一起，让我一时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。大郎，那就是二郎吗？他好生威武啊！潘金莲仰着头看向轿上的武松，眼中满是惊叹。你们兄弟俩长得不太像呢。他像我爹，
我像我娘。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武松。轿子越来越近，武松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，低头朝人群中扫了一眼。他的视线从我脸上掠过时，微微顿了顿，似乎觉得这个盯着他看的人有些眼熟，但又没认出来。他只是冲我点了点头，便继续朝前去了。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大郎，你怎么不去叫他？潘金莲拉了拉我的袖子，不急。我牵着他往回走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隐隐的笑意。他刚进城，县令肯定要接见，咱们这时候冲上去反倒不好。等他把那些应酬都忙完了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主动找上门来。潘金莲不解地看着我，但见我一脸笃定的模样，便也不再多问。回到店里，我让南哥去打听武松的消息。南哥跑了一趟衙门，回来时满脸兴奋地说：“武松已经被县令任命为步兵都头，统领全县的捕快，还赏了一座宅子，就在城西。”百姓都津津乐道。新来的都头是打虎英雄，百姓都津津乐道。新来的都头是打虎英雄，往后这地面上的匪盗怕是要倒大霉了。大郎哥，外面都在传说新都头也姓武，排行老2。我琢磨着，莫不是您那位失散多年的兄弟？南哥小心翼翼地问，眼中闪着好奇的光。正是我家二弟。我没有隐瞒。嘘，不过你先别往外声张，我自有安排。南哥一听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大郎哥，您弟弟是打虎英雄，又是新任都头，往后谁敢惹咱们？当天晚上，我多留了个心眼，把白达叫到了后院。明日一早去准备2坛上好的烧酒，再备一桌硬菜，肉要大块的，菜要厚味的。我从怀里掏出2两碎银递给他，酒要烈，菜要香，莫要给我省钱。白达接过银子，满脸堆笑。大郎哥，要不要我提前把店面收拾收拾？我摆了摆手，就在后院摆桌，去办就是了。白达走后，我独自坐在院中的石凳上，望着满天星斗书神。潘金莲端着一碗热茶走出来，在我身旁坐下。大郎，望着满天星斗书神。潘金莲端着一碗热茶走出来，在我身旁坐下。大郎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自从二郎进城，你就一直魂不守舍的。他顿了顿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握住我的手。是不是看不上我这个嫂嫂？毕竟出事张大户把我洋硬塞给你的，外头肯定传了不少闲话。二郎若是知道了，会不会觉得我……不会。我打断他的话，反手握住他的手，目光认真的看着他。娘子，你听着，这一路走来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二郎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不会听信外头的风言风语，更何况你是我武大郎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潘金莲眼眶一红，轻轻将头靠在我的肩上，没有再说话。第二天一早，武松带着一队捕快巡视街市，排场虽然不大，但所过之处，百姓纷纷驻足观望，无不交口称赞。我远远的在店门口看了他一眼，他正板着脸训斥2个在街边打架的小贩，声音洪亮如钟。那2人被他训得连连磕头认错。待他巡视完，我吩咐阿福拿着刚出炉的锅盔和煎饼送去县衙给他当午饭。阿福回来时满脸通红，兴奋的说话都不利索。大郎哥，新来的武都头让我代他谢谢您，他吃了咱们的锅盔，一口气吃了6个。还问是哪家店的，我说是武记锅盔铺，他就愣住了，好半天没说话。我说是武记锅盔铺，他就愣住了，好半天没说话。不过他也没多问，就让我先回来了。我心中暗笑，这小子怕是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天傍晚，武松便带着2个捕快来到我的店门口，他身上还穿着官服，腰悬朴刀，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店门上那块写着大郎锅盔的招牌。店里正在忙碌的阿福和吴蒙一见到他，连忙躬身行礼。你们掌柜的呢？武松问，声音粗豪却自带威严。阿福正想往后院喊我，我已经掀开门帘走了出来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看到武松的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那副公事公办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哥哥，二郎，好几年不见，你可又壮实了不少。听说你在景阳坊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大虫，果然不愧是我武家的好儿郎。武松直愣愣地看着我，嘴巴张了张，又合上。武松直愣愣地看着我，嘴巴张了张，又合上。合上又张开。那模样活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，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，从脸看到肩膀，从肩膀看到腿。哥哥，你怎么变了这么多？我记得你从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你这是……长个子这种事先不提，你先坐下，我让金莲给你上茶。金莲，出来见见二娘。潘金莲端着茶壶从2楼下来，走到武松面前，微微欠身，笑得落落大方。妾身潘氏是你哥哥的妻子。武松又是一愣，看了看潘金莲，又看了看我，再看看潘金莲，眼中的震惊又添了几分。他连忙抱拳回礼：“嫂嫂好，是二郎失礼了。”我将他引到后院的石桌旁坐下，潘金莲摆上茶点，便识趣地退了出去，把空间留给兄弟2人。武松端起茶杯灌了一大口，目光仍然在我身上转来转去，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亲哥哥。哥哥，我记得几年前咱们分开的时候，你还不到你胸口是吧？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你先说，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武松被我把话头岔开，只好将景阳冈打虎的经过讲了一遍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如何喝了18碗酒，如何在冈上遇到那只吊睛白额大虫，如何在生死一线之间凭着浑身蛮力将他打死。但说到最后，他语气忽然沉了下来。哥哥，你可记得当年咱们兄弟被人欺负时，我就发誓，往后一定要学一身本事，回来护着哥哥。他握紧茶杯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如今我当了都头，往后再没人敢欺负你。如今我当了都头，
往后再没人敢欺负你。我的鼻子一酸，连忙端起茶杯掩饰。随后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烧酒，给两人各倒了一大碗。武松好饮惯了，端起碗一饮而尽，又自己倒满。2碗酒下肚，他便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景阳冈打虎的细节。那一夜，我们兄弟俩在后院喝到大半夜，武松喝得烂醉，趴在石桌上呼呼大睡。我将他背到店里临时收拾出的客房里，给他盖好被子。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我忽然想起前世那句名言：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如今武松来了，我这最后一块拼图也算是到位了。